娘子做梦也想不到，就在他用3000魂钉狠狠刺穿我身躯的那一刻，无情帝尊正透过我双眼目睹这一切。他始终无法理解，为何他的这缕分身曾经不惜跋山涉水，也要与主身分离，却落得如此凄惨下场。而当娘子柳如烟强行挖出我的灵丹，移植进白月光体内那天，我的心彻底死寂冰冷，毅然回归主身融合。刹那间，无情到大成我的识海深处，无情帝尊向我许下誓言，我会让他全宗为你殉葬。而我这早已断情绝爱之人只是冷笑，谁会在意一群无足轻重的蝼蚁？100年前我原是无情道帝尊一缕分身，依照剧情安排与柳如烟结为道侣，谁知100年光阴过后，他却带回来一个凡人男子，要收为唯一入室弟子。可突然魔族入侵，我为了救柳如烟性命，不惜自身坠入玩魔窟深处，魔族残忍剖出我的灵丹，还被万魔肆意凌辱3天3夜，最终娘子浴血奋战，才将我从魔窟救出。可就在当晚深夜，我听到他与师尊的对话：如烟，我们故意将陈平安引入魔族，害他被万魔侵占，只为了将他的灵丹给那凡人，这样当真无妨吗？柳如烟脸色冷漠，这是我唯一想到的能让他脱离反骨的办法。至于陈平安，我都将我余生赔给他了，他又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顿时如坠冰窟，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听闻我吐血声响，柳如烟匆忙赶来，见我仍在昏迷，心疼地擦去我嘴角血迹。恰逢宗门弟子进来，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：师姐，张子凡无法融合师兄灵丹，若再不想对策，恐怕会爆体而亡。柳如烟听闻，沉默片刻，随即霸道灵力涌入我体内，却非为我疗伤，而是在强行剥离我的仙骨。师弟惊慌大喊：师姐，师兄本就受了重伤，此时剥离仙骨，师兄日后便再无恢复可能，只怕会连个凡人都不如。柳如烟皱着眉，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止，灵丹上有陈平安的气息，现在只有将他的仙骨替换给张子凡，灵丹才能彻底融入他的身体。眼下张子凡性命为重，其余的日后再谈。况且陈平安日后不过是沦为一个废人，张子凡付出的却是生命。我即将张子凡从凡间带回，就要对他负责。疼痛席卷我的全身，仙骨被一寸寸的从我身上剥离，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。我痛得满床翻滚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被褥。师尊急匆匆从外面赶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只是在一旁叹息：罢了罢了，难为你终于想收个徒弟，这大抵就是陈平安的命数。如烟，你动作快些，我怕张子凡坚持不住了。我虽昏迷，意识却在，听到师尊的声音，忍不住从眼角流下一滴泪。我与柳如烟相伴100年，世人皆说我俩恩爱非常，柳如烟也将我视作唯一。昔日的誓言仿佛仍在耳边，没想到他口中永远如此短暂，仅仅100年光阴，他就能为了一个凡人将我骗至万魔窟，眼睁睁看着万魔每日对我千刀万剐，眼睁睁看着我被他们凌辱3天3夜，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取我灵丹，助那凡人成仙得道。就连我一直敬爱的师尊，也无条件站在张子凡那边。100年来的夫妻情、师徒情，全都是假的。我猛然睁开了眼睛，柳如烟和师尊被这一变故吓了一跳。柳如烟急忙终止，满脸担忧望着我：陈平安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好担心你。你放心，我定不会放过那些魔族，你的灵丹我也一定会替你找回。师尊也道：是啊，陈平安，你放心，就算你修为尽失，你也永远是师父最优秀的弟子。看着他们冠冕堂皇的模样，我突然有些想笑。见我持续醒着，柳如烟有些着急地哄着我：陈平安，你先睡一觉，我和师尊替你疗伤。我压下心中的酸涩，抬头望着这个我爱了100年的妻子，最终心有不甘问道：柳如烟，你可曾真心爱过我？柳如烟眼中闪过一抹愧疚，却依然信誓旦旦：陈平安，我永远爱你。我说过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我扯出一抹苦笑，事到如今，他还在欺骗我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张子凡痛苦的嘶吼，柳如烟急切万分，咬牙凝聚灵力，一掌朝我直接拍了下来。剧痛袭来，我顿时陷入晕厥。师弟在旁惊慌大喊：师姐，你疯了！这一掌下去，师兄的手怕是废了。柳如烟眼里满是焦急，眼里全是对张子凡的担忧。废了就废了。话音刚落，他立即用更加狂暴的灵力施于我身，仙骨被彻底剥离，通入骨髓，难以忍受。取完仙骨，柳如烟等人匆匆离开，我强忍剧痛，悲戚一笑：柳如烟，我本想情节结束后跟主身求情，许我与你永世结为道友，如今看来已无必要。3日后，情节破除，无情到大成时，我将会永远离你而去。次日，我从疼痛中醒来，发现放在旁边的右手毫无知觉。我明白这持剑的手已是废了，苦涩一笑，艰难地从床上起身，却见张子凡推门而入：师兄，外面大家都在练剑，听说师兄的剑术一绝，我想请师兄出来指点一二。他眼里的得意之色藏都藏不住，明知我右手已废，还要叫我出去，不过是想羞辱我罢了。但我还是站起身来，反正只剩2天光阴，我倒要看看那些昔日敬我的师弟师妹，如今对又会如何对待我。我随他一同走出，往日那些追随我的师弟师妹，此刻却都围在张子凡的身边，亲昵地叫他小师弟。小师弟，你刚升成仙，很多事情你都还不明白，师兄教你。没错，小师弟，师姐已经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你，否则他饶不了我们。众人的嬉笑声刺痛我的心。当他们看清我站在张子凡身后，脸上笑容立刻消失，只剩浓浓的厌恶。见我注视着他们，才勉强不情愿喊了师兄。我听说师兄剑术无双，所以特来请师兄教教我。说完，他装作诚恳望着我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众人见此纷纷不满：陈平安师兄，小师弟都这么有礼貌了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帮他？
就是啊，我看师兄你分明就是嫉妒师姐对小师弟好，对不对？人群中有人嗤笑一声，嫉妒？他有什么好嫉妒的？他现在修为尽失，这种人如何能配得上师姐？刺耳的嘲讽传入耳中，回想起在万魔窟的3天，我全身忍不住颤抖。若非他们口中清白纯净的小师弟和我那所谓的妻子，我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一人开了口，议论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难听，恍惚间甚至还有人上前推搡我。我重伤未愈，站立不稳，跌倒在地。突然一股灵力袭来，我被从人群中救出。柳如烟将我抱住，愤怒地看着众人。他再怎样也是你们的师兄，谁与你们如此放肆？全都给我滚回去！众人全部散去。柳如烟这才心疼地望着我。陈平安，你没事吧？他明明这般护着我，却又伤我最深。我沉默不语。张子凡在旁委屈道：“对不起师姐，都怪我不该带大师兄出来。”柳如烟见他委屈，顿时心中一软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张子凡离开时，当着我的面在柳如烟腰间偷偷摸了一把。柳如烟全身一震，眼中闪过我最熟悉的欲望。他将我送回房间，轻声道：“陈平安，你好好休息，师尊找我有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”说完，他急匆匆地离开。我悲凉一笑，只觉恶心至极。柳如烟，你便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最后1日是师尊最疼爱的小女儿的生辰，众人欢声笑语，我却无心参加，跑到后面休息，却看见张子凡偷偷跑进小师妹的房间。片刻后，房间里面传来小师妹的痛苦闷哼。平日里除了柳如烟，便只有小师妹对我最好。心中担忧，我便走了过去，谁知却看到小师妹衣衫不整。张子凡喘着粗气，看见我出现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众人听闻声响赶来，看到这一幕，赶忙将小师妹扶起，询问发生何事。张子凡躲到柳如烟身后，手直接指着我：“师兄想骚扰小师妹，我亲眼看到他在小师妹水里下药迷晕了她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愤怒，真是个禽兽！枉费小师妹对你这么好。就连柳如烟都失望地看着我。陈平安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摇摇头否认道：“我没有。”张子凡此时突然开口道：“小师妹中的是魔族秘药，师兄他怎么会有？”话音刚落，众人怒视着我。在魔族待了3天，他一定和魔族勾结了。师尊闻讯赶来，看到小师妹昏迷不醒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掌将我击倒在地。我撞到墙上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众人纷纷叫好：“师尊，他肯定与魔族勾结，图谋害我宗门，这等魔物绝不能留在宗门，求师尊将他逐出宗门。”我看向柳如烟，她没有说话，我却懂了她的意思。张子凡在这时道：“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小师妹，不如将陈平安师兄交给我来处置。”师尊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头。张子凡将我带到了4过崖，确认四下无人，他满脸得意地看着我：“师兄心里很不好受吧？”他掌心凝聚出灵力，说来我也得感谢你，让我从凡人之躯直接得到成仙。原本师姐并不愿意将你的灵丹给我，不过我只要装作可怜哄她几句，她便同意了。师兄，你难过吗？他笑着说完这句话，下一秒灵力直接朝我袭来，我再次吐出鲜血。见我闭口不言，丝毫没有求饶的意思，他冷笑一声，再次凝聚起灵力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的灵力却不是打向我，而是狠狠地拍向他自己。他拍下的一瞬间，柳如烟闪身出现。看到这一幕，心疼地扶起张子凡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张子凡虚弱地指着我。我本想好好和师兄谈谈，没想到一团黑雾突然袭击我。师姐，师兄入魔了！柳如烟听闻大怒，怒不可遏，给了我一巴掌。陈平安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你就等着宗门的决断吧。说完，他火急火燎地抱着张子凡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被人绑在了柱子上，全宗门师兄弟围着我，脸上全是义愤填膺的表情。柳如烟站在我面前冷声道：“陈平安，你已入魔，如今只有将3000根灭魂钉打入你体内，才能驱逐你体内的魔气。”我扯了扯嘴唇，我何德何能，居然能让他们用灭魂钉来对付我？柳如烟，你竟如此不信我吗？柳如烟眼里闪过一抹纠结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张子凡确确实实是被魔气所伤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身上魔气去除，我还会好好待你。3000根灭魂钉，我这般废物的身体如何能承受得住？柳如烟，你竟蠢到了这种地步！我闭上眼睛，不想再看他。柳如烟以为我冥顽不灵，怒地将10根灭魂钉直直地打入我的身体。灭魂钉入骨，我的灵魂在不住地颤抖。灵丹被剖，仙骨被夺，魂魄被灭，这一桩桩痛苦全是我最爱的妻子给我。我仰天大笑，笑我蠢，笑我悲，也笑我即将解脱。100根、1000根，行刑完毕，我全身都是血窟窿。柳如烟眼中有着心疼，她想上来将我抱下来。张子凡却在这个时候扶着胸口倒在了地上，他只看到我一眼，转头便奔向了他。闭眼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的是柳如烟急匆匆地抱着张子凡离开的背影，全世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刹那间，雷声轰鸣，我的身体在消亡。情劫破，大道成，世上再无陈平安，只有无情道帝尊。另一边，柳如烟给张子凡渡完灵气，见他安然无恙地睡着后，准备去刑场。陈平安受了3000根灭魂钉，体内魔气已除，可他身体不行，他得去看看他。但是不知道为何，就在他抱着张子凡回来的那一瞬间，他有一阵的心慌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眼前的世界彻底剥离，再也不属于他了。他压制住这份心慌，却发现小师妹房里的丫头急匆匆过来找他。柳师姐，小姐醒了，她指明要见你。柳如烟脚步顿住，她知道小师妹不会这般无理取闹，看了眼刑场的方向，她心里想着，只要魔气驱逐就好，只要她还吊着一口气，她就能把她救回来。再说，也要让她常常记性。一见面，小师妹就红着眼睛让所有人都出去，只留下了柳如烟。师姐，魔，她是魔。柳如烟看出她眼中的恐惧，安抚着她，我知道，没事了。小师妹疯狂摇头，师姐，我说的是张子凡，
他才是魔。柳如烟皱眉，不要胡说八道，明明是陈平安。小师妹，我知道你受惊了，陈平安已经服刑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。小师妹哭着说，师姐，你怎么就不信我？是张子凡给我吃了迷药，还想要欺负我。若不是陈平安师兄，我早就被他得逞了。柳如烟听闻如遭雷劈，他眼中浮现出陈平安看向他时失望的眼神。不，你一定看错了。如果陈平安不是魔，那他不就冤枉他了吗？还有那3000根灭魂钉，如果他体内没有魔气，伤的便是他的魂魄，陈平安会魂飞魄散的。柳如烟没有发觉自己眼中满是慌乱，他再也待不下去，直奔刑场。刑场上除了地上的血迹，再无其他。柳如烟颤抖着手用灵力去探知，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探知不到陈平安的任何一点踪迹。他真的魂飞魄散了。柳如烟瘫倒在地，双手沾满陈平安的血迹，他将手举到面前，嘴唇颤抖，眼泪克制不住的往下流。这是陈平安的血。柳如烟挣扎的从地上起身，不可能的，他要去找张子凡问个明白。他只是帮他驱逐了魔气，顶多只是还剩一口气，他都想好了，他会用灵丹妙药助他康复，他怎么会魂飞魄散了？柳如烟飞奔到张子凡房间，刚要推门，却听见张子凡肆无忌惮的笑声。这些蠢货也不想想陈平安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如何能打伤我。我原先想着要了那老匹夫的女儿，到时候攻打宗门能更容易些，谁叫陈平安那蠢货要坏我的事。柳如烟哈哈哈，这个蠢女人，我不过哄她2句，她就可以抛弃她的丈夫，还取她灵丹，包她仙骨，这等蠢货如何配得上我？柳如烟在外听着，瞳孔放大，满是不可置信。终于她忍不住破门而入。张子凡被柳如烟的出现吓了一大跳，他不确定她有没有听到什么，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她，师姐。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就扼住他的脖子，他撞到了墙上，生生撞出一个大洞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快放开我，我好疼呀！张子凡委屈地看着柳如烟，柳如烟盯着张子凡，眼里全是被欺骗的恨。你骗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张子凡知道他全都听见了，他的瞳孔开始变化，最终变成红色。师姐，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？柳如烟气急，直接把他甩了出去。魔族，去死！张子凡擦去嘴角的血迹，从地上爬起身来，嗤笑一声：我为什么要去死？你这么生气，是因为陈平安被你害死了，对吧？哈哈哈！柳如烟红着眼睛，闭嘴！陈平安不是我害死的，你没有资格替他。张子凡不屑道：师姐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难道不是你为了我取了他的灵丹，包了他的仙骨，害他被万魔凌辱3天3夜？难道不是你亲手把3000根灭魂钉打进他的身体了吗？哈哈，3000根呐，魂飞魄散！师姐你可真狠！闭嘴，闭嘴！张子凡没说一句，柳如烟的心就痛1分。他没办法想象陈平安该有多痛苦，可是这一切的痛苦都是他施加给他的。他泪流满面，举着剑朝张子凡飞去。张子凡冷笑一声：师姐，100年夫妻，你伤他至深，陈平安永远也不可能原谅你。哈哈哈！柳如烟气急攻心，生生吐出一大口鲜血。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陈平安的样子，笑的、幸福的、生气的、难过的，还有最后望着他失望的。不，她是陈平安最爱的妻子，他怎么会对他失望呢？他是爱他的，他只是被磨迷了心智。陈平安会谅解他的。看着他癫狂的模样，张子凡化作一团黑雾就要离开，谁知柳如烟突然朝虚空一抓，张子凡直接被抓到了他的面前。做错事就想跑吗？张子凡大惊，发现柳如烟居然用树魔鞭绑着他。柳如烟把张子凡丢在地上，没有一句废话，直接剖开他的腹部，将他体内属于陈平安的灵丹取了出来。张子凡喷出一大口血，鲜血全都溅在了柳如烟脸上，他却毫不在意。柳如烟，你要干什么？柳如烟扯了下嘴唇，当然是把你施加在陈平安身上的痛苦一并还回来。说完，他开始剥离仙骨。张子凡痛得全身痉挛，控制不住自己。柳如烟，仙骨已经被我彻底融入体内，你就算把它取出来也没用了。柳如烟不说话，他只知道这些都是陈平安的，他通通都要他还回来。做完这一切，张子凡已经昏迷。柳如烟刚要杀了他，一股强大的魔力袭来，张子凡瞬间被卷走。柳如烟倒在地上，看着手上的灵丹和仙骨，他手脚并用的爬起来往师尊的房间跑去。师尊这么厉害，他一定有办法救他的，他不能失去陈平安。他寻到师尊，师尊却说陈平安已经魂飞魄散，再怎样都挽救不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日夜梦见陈平安身影，身边除了陈平安的灵丹和仙骨，其他属于他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他只能每夜抱着这2样东西落泪。他踏遍宗门每一处陈平安曾出现过的地方，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的踪迹。半月后，宗门上方突然雷声四起，引来宗门所有弟子。柳如烟抬头望了一眼，只一眼，柳如烟就疯狂冲了过去。陈平安挺拔的身影浮现在高空，冷冷俯视着柳如烟，那双眸子没有丝毫感情。他抬起头，泪眼婆娑的道：陈平安，真的是你？你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弟子们也不可置信，不是说陈平安师兄魂飞魄散了吗？那眼前这人是谁？而且他身上的威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，就连师尊都忍不住膝盖半蹲。本尊没死，让你很失望吧？柳如烟疯狂摇头：陈平安，我错了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求你原谅我。主身嘴角微扬，眼中却不带丝毫温度。原谅？你该求原谅的是陈平安，而不是本尊。陈平安不过是本尊的一缕分身，与你结成道侣不过也是本尊的一个情结罢了。如今情结破，你与他再无关系了。不，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我和他100年的夫妻，哪是一句没有关系就能了结的？主身嗤笑一声：柳如烟，如今你后悔又有什么用？陈平安已经魂飞魄散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柳如烟捂着耳朵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流，嘴里呢喃：陈平安不会死的，我有他的灵丹还有仙骨，
你可以复活他是不是？主身淡漠的看他。陈平安临死前跟本尊许愿，此生与你不复相见，你与他再无可能，放弃吧。柳如烟轰然倒下，放声大哭。陈平安明明这么爱他，怎么会许愿与他此生不复相见呢？一定是他伤他太深了，都怪他，都怪他。然而，当他从他看到主身那张和陈平安一模一样的脸时，他还是期待的看着他。你刚刚说的都是在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就是陈平安，你舍不得我女猜回来找我的，是不是？听了他的风言风语，主身嗤笑一声，本尊来不过是来拿回属于陈平安的东西。柳如烟听闻，下意识护住了怀里我的灵丹和仙骨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可以拿走，这是陈平安留给他唯一的念想，谁都不可以夺走他。主身眼中闪过一抹轻蔑，手一挥，柳如烟怀里的东西便飞向了他。柳如烟大惊，飞身去抢，却被主身一掌掀翻在地。柳如烟倒在地上，吐出了鲜血，仍然不可放弃，手脚并用的往前爬。那是陈平安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求求你不要把它拿走。有弟子看不下去，对着主身怒吼：陈平安，你别装神弄鬼了，什么主身分身，我看你就是心里气不过师姐对别人好，故意回来羞辱她。就是，你这种人怎么这么小气，活该被师姐抛弃。众人七嘴八舌，说着就让师尊给柳如烟做主。师尊心想大惊，虽然不认同弟子们的话，毕竟身上所遭受的威压不会假，但是为了自己的威信，他还是强撑着站直了身体。陈平安，我知道如烟伤害了你，可能你也不应该这么对他，这些天他很难受，况且张子凡已经被我们赶走了，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回来，你就还是我宗门大弟子。听闻，主身笑了，修无情道的他本该无欲无求，可是这一刻他却为陈平安感到一丝悲哀，这就是他护了100年的师父师兄弟了。他摇摇头叹息，不值啊，真是不值。主身望了眼前方，乌压压的黑云不断朝宗门这边飞来，所有弟子都被这变故吓到，纷纷问师尊：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护山屏障传来猛烈的撞击，无数黑鸦冲击着屏障，似乎想找一个突破口冲进来。屏障外有一人凌空大笑：张子凡师弟。什么张子凡？那是魔。众弟子慌了，赶紧凝聚灵气加固屏障，一旦这些魔族之人进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自量力，张子凡嗤笑，却猛然看到了驾于虚空之上的主身，他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主身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仿佛看一个蝼蚁。张子凡大笑，就算还活着又如何？今日我要踏平你们宗门。说完，他首当其冲，屏障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裂口。众弟子慌了，赶紧问师尊怎么办。师尊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，这护山屏障是他所设，一旦屏障受损，他也会遭到反噬。眼看着裂纹越来越多，众人看到了在地上沉默的柳如烟，紧张害怕化为了怒火，所有人都指着他骂：都怪你，如果不是你把那个魔族带回来，我们会遭此变故吗？如果不是你为了他背叛陈平安师兄，今日他也不会袖手旁观。是啊，陈平安师兄，你要怪都怪柳如烟，是他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念在我们师兄弟情的份上救救我们？师尊在这时吐出一口血，受不住跪在了地上，他看向主身的方向，语气里带了丝祈求：陈平安，你好歹是我宗门弟子，如今宗门有难，你怎可袖手旁观？主身瞥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陈平安已死，你们与本尊何干？当初陈平安被魔族入侵，被柳如烟亲手取出灵丹仙骨，被打入3000根灭魂钉时，这些所谓的同门又是如何做的呢？不过是袖手旁观，冷眼嘲讽，避之不及罢了。这轻飘飘的一句话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。见求助不成，他们又将怒火转向柳如烟。柳如烟抬头看一下虚空，他与陈平安一模一样，可是看向他时，他眼底一点情欲都没有。他苦笑一声，缓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他望了眼那些恨不得将他咬碎了吞进肚子里的同门，扯着嘴角笑了起来。陈平安之事是我的错，可你们便没有错吗？但凡有个人阻止，也不会酿成今日的后果，所以都该死。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望着屏障越来越深的裂痕，他飞身而起，挥剑打向了屏障。师尊怒目圆睁，大吼着：住手！顷刻间，屏障破裂，无数魔族冲了进来。师尊遭到反噬，竟被一只最低等的魔族穿过心脏，直接灰飞烟灭。众弟子纷纷举剑对抗，可是没了主心骨，他们早已溃不成军。很快，宗门内死伤无数。张子凡抓住柳如烟，在他耳边斜肆一笑：我亲爱的师姐，上次你打我打得好疼啊，你说我要是用你来威胁陈平安，他会不会救你呢？柳如烟的心升起一丝的期待，他看向虚空之人，最终苦笑一声，期待完全破灭。他不是陈平安，尽管他们长得一模一样，可他终究不是他的陈平安。柳如烟悲惨一笑，目光盯着主身，像是要将他的容颜刻在脑子里。下一秒，他祭出仙剑，刺入心脏，柳如烟轰然倒地。临别之际，他的眼睛还死死望着主身的方向，久久不愿闭上。张子凡直骂：真是个疯子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张子凡看了眼主身，他还凌驾于虚空之中。张子凡摸不准他要干什么，他只知道他在他手上如同一只蚂蚁。张子凡眼珠子一转就要动走，主身弹弹手指，他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倒外地，动弹不得。你要干什么？灵丹和仙骨我已经还给你了。主身没有说话，手一抓，就见张子凡的魂魄从他身体中脱离。张子凡彻底慌了，他这是要让他魂飞魄散。不，求你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求你饶了我。主身淡淡一笑，手上用力，张子凡只觉得自己的魂魄开始扭曲，似乎有上万只手在挤压着他的魂魄，比上次柳如烟抽他仙骨还要痛。张子凡的魂魄化为千万块碎片，最终消散于天地间。其余魔族纷纷逃窜，主身挥挥手，一阵强光掠过，万魔齐悲，散于天地间。宗门尸横遍野，主身眼里却没有丝毫怜悯，一阵蓝光在他面前闪烁，盘旋于宗门上方，最后彻底融入主身，属于陈平安最后一份执念散去。至此，大道终成。